信心是最大的资产。原创，我为国言无害。It's not a double whammy, it's a quadruple whammy. 不是双重打击，是四重打击。It's not a storm, it's a perfect storm. 不只是一场风暴，是一场完美风暴。Lacking of confidence makes it a vicious cycle. 信心不足会使其形成恶性循环。Building confidence is the only way that can see us through. 重建信心是唯一让我们走过困难的路。Confidence is the most valuable asset. 乌海 Make KTV. 信心是最大的资产。乌海 Make KTV. 概要：国家经济发展正面临意料之外的四重打击：一、疫情；二、中美关系恶化；三、全球经济不振；四、顺周期推行的宏观政策调整遇到了逆周期。这四个打击发生任何一个都可能会形成一场经济风暴，而四个打击同时发生则堪称为完美风暴。信心缺失则是当前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信心缺失会和完美风暴一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解决信心问题，很难走出恶性循环。在党中央、国务院英明领导之下，国家推出了很多政策和举措来缓解目前面临的四重打击，已经初见成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则试图从企业和投资者的角度来阐述信心是最大的资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尝试分析信心暂时缺失的原因和重新建立信心的方法。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这些年我们是低调搞经济建设，是否应该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对外开放的问题？二、民企、国企的地位问题。黑猫、白猫是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是否应该进入讨论家猫、野猫的规范问题？三、营商环境的完善问题。地方政府抓营商环境是否应该进行由虚向实的思想转变？是否最终要看经商环境能否真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硬的 GDP 增长数字的问题？引子：最近有不少大的 PE 和 VC 的朋友特别主动地找我聊天，前2年见面时大多聊的是最近看了哪些项目，或者是有没有机会给我做的 Make KTV 投资，而最近聊的内容却让我担心，大概内容归纳如下：一、没钱的机构很难融到钱，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都不好， LP 们有钱也没有信心给了。二、很多企业找不到投资，而有钱的机构大多选择躺平不投钱，对未来看不清楚。三、前几年投的企业这2年不少增长差，不少被投企业虽然没破产，但从估值角度来说基本快归零了，而且这个比例不算小。四、虽然我们明确划分了资本红线，但是没有主动的去肯定资本的积极作用，因而国际投资机构则还是担心我们对国际资本的态度，许多国际投资机构已经裁人躺平。他们找我聊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是坚定的对中国的长期看多派，想听听我长期看多中国的原因，也是想找点信心。我确实是长期中国看多派，主要是我对党中央、国务院总是充满信心。虽然 KTV 是受疫情管控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但是我做的 Make KTV 这2年却还是从疫情前的几十家发展到全国近300家，在高科技研发上投入也将近1亿了。不过呢，老实说跟他们聊完后，我还是很担心，虽然没有担心到改变我长期看多中国的信心，但是他们作为一些国际顶级 VC、PE 的老大，能这么缺乏信心，一定是有他们的原因。首先，如果投资行业没有信心，非国有机构的投资就会极大萎缩，在当前全球经济恶化的形势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复苏会更加艰难。其次，他们投过的、看过的企业无数，如果这些企业大多数也是信心缺乏，企业就会进入过冬状态，这是最近我们常听到的大规模缩减业务和裁员的原因之一。在当前失业率比较高的情况下，无疑是雪上加霜，失业高就意味着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变得更困难，这又形成消费萎缩和失业增加的恶性循环。因此，我想有必要把自己关于信心是最大的资产的想法写出来，希望能对国家、对做企业的朋友们有一点帮助。一、先简单说下4重打击。4重打击大家都深有体会，也有专家分析，就不做深入分析，简单一带而过吧。疫情只能靠突出经济，疫情控制2手抓，2手都要硬。疫情防控政策属于国策，国家自然是在尊重科学基础上做各种决策。
我们做企业的选择相信那些医学专家的良心就好，下一步怎么走，国家自然也有安排，我们老百姓就别瞎猜了。国家现在的政策是强调既抓动态清零，也抓保经济发展，这两个无疑存在矛盾，如何解决，则需要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极大的智慧和勇气。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地方政府把清零当作单一目标，其实非常好抓，是属于典型的懒政，因为只要采取长时间事实封城或者不科学的极端做法就能实现。所以现在重点是如何突出经济和清零两个都要抓，两个都要硬。这2年本来就是经济负增长的城市，更是拿着清零成绩做借口来比谁的经济烂，绝对不行。只抓好清零，但是抓不好经济的行为是懒政，是不忠于党，不忠于人民，因此不应该有资格谈政绩和提升。2中美关系不抱期望，各取所需，客客气气，多走动，争取做到人狠话不多。中美关系不要再抱幻想，试想以下当老二很快要超过并取代老大时，老大会怎么做？所谓民主、人权、台湾和南海问题都是借口。想想上世纪70年代，为了对付前苏联，老美拉拢我们，甚至许多先进武器都愿意卖给我们的日子吧。那时候苏联是威胁，老美哪管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是否有民主、人权？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尽量各取所需，尽量争取时间，大家都还没到直接掀桌子的时候，大家都没必要天天说狠话，说多了又不掀桌子，让人觉得心虚没意思的。我们还要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实，我们被逼着掀桌子的安全牌还没有完全搞定，长期粮食、能源安全2张牌要搞定，新的石油、半导体要搞定，否则立刻掀桌子，我们还真比较被动。如果西方敌对势力跟我们搞事，他们有影响我们国家安全的3张牌，我们却没有实质影响他们国家安全的牌。总之，老大盯上了老二，过去的韬光养晦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还是尽量延长掀桌子的时间，最好延长到没人敢跟我们掀桌子，最好是延长到连跟我们拍桌子都不敢的时候。虽然忍一忍也无法换来海阔天空，但是还是要学会话可以笑着说，人狠话不多才是真狠，要不屑于跟人斗嘴狠，多走动，从内部瓦解敌对势力。另外，对外宣传上可以借助民间力量，例如马老师都能跑到美国去忽悠川普，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鼓励这些知名企业家对外进行宣传。3全球经济萎靡，出口这架马车肯定会受影响，国内市场潜力很大，因此我们首先要争取搞好国内经济，通过拉动国内消费这辆马车来弥补。全球经济萎靡必定会造成一些试图出口取代我们国家的产业链也出为题，我们的产业链健全，因此这也可以对冲一部分我们出口的影响。但是同步我们要搞好同一些进口国的贸易关系，避免因为关税制裁这类非市场因素影响出口。在国内经济刺激政策上则需更精准，提高政府投资效率，避免出现上次金融危机时4万亿许多流入地产这种一次性拉动 GDP 的项目上，更要避免本来很紧张的地方财政出现更大的赤字。4. 计划中的顺周期宏观调整变成了逆周期调整，需要灵活处置。房住不炒这一正确的顺周期调整策略尚未完成就进入了经济逆周期，造成当前许多大的地产公司资金实质已经完全断裂，无法保障建设完工。反垄断、划定资本红线这一顺周期提出的有利于国家长期健康发展的政策碰到了经济逆周期，资本红线划分上不够明细，资本的积极作用和绿线却没有及时明确，造成投资机构信心不足。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地政府在地产问题上推出许多灵活政策，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只是解决短期问题，下一步怎么做需要提前筹划。针对资本信心问题，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尽快肯定资本积极作用，明确并明细资本的红线，做出类似非鼓励明录，剩下就是绿线，并积极推进资本证券市场改革，为资本推出提供更多的渠道。2. 导致信心不足的3大原因，以及重新建立信心的一些建议。正如上面提到的，信心是我们最大的资产，如何提振投资者、企业家信心，则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我提到的4重打击的问题都是外因，不可能长期影响信心，因此我们更需要找出内因并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信心问题。
我认为跟信心相关的内因有如下几个：一、经济建设是否是中心，对外开放是否要坚持；二、国企、民企到底该怎么看，是否真是国进民退；三、抓营商环境是否能进入有表象里的阶段，即营商环境是否转换成生产力。一、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A. 坚持以经济建设中心是我党从未改变的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党的基本路线，从没有动摇过。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100年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回顾我党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的伟大的宏伟目标，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目标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经济。一、中国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经济体的衡量单位是 GDP。二、完成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工作，衡量标准是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还是个体经济收入水平。三、进入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还是收入。从上面可以看出，我们实现的这些目标都是围绕经济，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B. 为什么有人会对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缺乏信心呢？打个比方，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一辆车，经济则是汽油，每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重点，例如换更好的发动机、离合器等等，而经济则是汽油，没有汽油车不可能走。接着拿车做比喻，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开发更好的发动机，大家都喊发动机，却忘记了一定要时刻保证汽油正常。我们确实不能不顾环境，不顾成本地为 GDP 论发展，但是没有 GDP 是万万不行的，光有汽油不行，但是没有汽油万万不行。当我们不明确地以 GDP 考核作为地方发展和提拔的最重要指标之一的时候，地方政府重要关注点自然不在这个上面。从我们企业发展来看，不同地域抓经济的水平。当前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是抗疫和保经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是抓经济的指标呢？没抓好的后果呢？我注意到一些城市经济是负增长，但是在疫情基本没有或者只有零星疫情的情况下，还是变相封城，只做到抗疫的一手硬而不是两手硬，经济上基本是比谁富的更多更烂。因为我对国家充满信心，这2年我做的 Make KTV 从几十家扩展到300家，投入运营的有250家，从城市分布就自然开业看出哪些城市实现两手硬了。南方发展迅速，上海、深圳、重庆、成都、西安、武汉发展迅速，尤其是上海、深圳都有了30多家。而北方这2年则几乎全面停滞。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南方的城市秉承两手都要硬的原则，保就业、抓经济，所以他们会科学划定标准，什么情况下需要停业，什么情况下就立刻可以开业。而北方则没有标准，1000万人的城市有几个病例就全城关了，疫情控制住后不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开，一直等着。虽然上海是封城时间最长的城市，西安是封城次数最多的大城市，而平均停业天数最高的却全部是北方城市，最高的某城市今年9个月停了将近6个月。北京是首都，管得严完全能理解，但是节前连北京都让朝阳区的 KTV 开了，而北方其他城市还不让开，真不可理解，都把自己当首都了。一个比较好笑的例子是张家口，以前好像从没有疫情，结果出了个防疫规定，白天不许营业，晚上到几点必须停业。我们在这个城市只有1家加盟店，撑不住关张了。现实的结果就是北方的城市两手硬变成一手硬，另外一手是口头硬。C. 如何恢复企业和投资者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高调地、明确地宣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喊了很长时间，显得有些没有新意，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这就是党的路线，要像我们喊为人民服务一样，一直喊下去，永远不过时。其实，许多投资者、企业家以及基层地方政府官员都是从新闻上来理解当前国家工作重点。一旦我们停止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他们会认为这个已经不是重中之重了。坚持 GDP 作为重要工作目标，没有指标，光有口号也很难形成工作上的压力，很难将工作压到实处。因此，
需要将 GDP 目标作为工作重点，尤其是在党政一把手考核上，把经济发展好坏作为主要指标之一，一票否决。只有这样，党政一把手才能齐心协力一起抓经济。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制定影响经济的各种相关政策，需要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各部委，包括非经济相关的部委，在制定政策时都要考虑都经济的影响，不要个人只扫门前雪。制定一个政策时，必须分析对经济的影响。二、国企、民企地位问题。国家高度重视民企，黑猫白猫之争已经不存在了。民营企业只能壮大，不能弱化。参见2022年6月14日《人民日报》，习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参见2021年4月27日《人民日报》，习总书记谈及民营经济释放什么信号？中国将坚定不移坚持2个毫不动摇。参见2018年9月19日中国政府网，李克强谈到民营经济，台下3次响起掌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地位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初期的黑猫白猫之争早就尘埃落定。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家猫、野猫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营企业，而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民营企业自身却仍然对自己的地位产生怀疑。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还是拿猫作为比喻，一个有着大大院子里的宅子，有很多猫，有家猫有野猫。家猫主要抓房子里的老鼠，野猫抓院子里的老鼠。一般逻辑是这样的：家猫可以到院子里抓老鼠，但是家猫不善于抓院子里的老鼠，外面刮风下雨的风险比较大。野猫则被限制进房子里抓老鼠，因为外面脏兮兮的东西会带进来。再说，野猫天生就想偷主人碗里的鱼。家猫不愿意带着野猫玩，万一打碎个瓶瓶罐罐，野猫死了也就死了。家猫死不了，但是会挨打，还不如不跟野猫玩。家猫把不打碎家里的瓶瓶罐罐作为第一目标，抓多抓少老鼠是第二目标，所以家猫也愿意跟家猫玩。出了事，反正都是家里的事，可以互相背书，出了事责任也小。更合理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家猫、野猫只要加起来抓的老鼠更多就是好的逻辑。家猫、野猫都会想偷主人碗里的鱼，如何通过法治来规范猫的行为？现实的一些例子。猫的比喻可能比较抽象，举几个我熟悉的行业的例子吧。比如说旅游行业，以前航空公司给订票企业 3% 的服务费，几年前国资委要求各个航空企业降低成本，这个无所厚非，结果所有航空公司取消了国内机票预订服务费。换句话说，所有的机票服务企业，包括携程在内订的国内机票都收不到1分钱，就是做活雷锋。后来有所松动，航空公司给平均0点几个点的订票费，连成本都覆盖不了，而且打折机票不给订票费。这些机票服务企业就想，你不给我订票服务费，我向客户收个服务费总可以吧？结果民航总局有个规定，机票预订企业不许向客人收服务费。而铁路也是运输行业的国企，他们的逻辑不一样，反正我是独家垄断，没有市场竞争，我就不给服务费。但是他们却通情达理的让订票企业可以向用户收个订票费。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航空公司都是面向市场，他们需要订票公司尽量多卖他们的票，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市场经济的逻辑。因此航空公司有动机给服务费，并且应该是互相攀比，谁给的多才符合逻辑。航空公司是国企，既然国资委要求压缩成本，航空公司就不给服务费，反正卖多卖少都是国家的。铁路订票可以向客人收服务费，那是铁道部的事情，机票不让向客人收服务费是民航总局的事情。而同样在机票行业，家猫玩法规则就非常不一样。中国航空信息服务公司前身是民航总局计算中心，向每一个航空公司卖的每一张票都收过路费的。虽然航空公司抱怨成本很大，但是收多少钱则不是航空公司能定的。老实说吧，中航信这点技术含量携程都可以做得到，而且可以收费更低，这能帮助航空公司节约更多的成本，更符合国资委的要求。但是这是家猫专属，野猫是不能玩的。这就是家猫、野猫的区别。家猫可以带你玩，但是当有压力时，家猫可以不遵守市场规律玩死你，而行业管理部门也可能在背后给你单独来一下。当然，带着野猫玩还算好，
还有不带着玩的，那就是我干了10年的酒店行业。国有企业有许多空置或者运营效率低的楼，我们这些做酒店的正好租这些楼改造成酒店。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现象，不少国企不愿意把楼租给民营企业，甚至是像华住这样的全球酒店市值前5名的民营企业都不行，原因是怕民营企业不按时交房租担责任。老实说，民营企业有欠房租的，国企一样有拖欠房租的。无论是我当年做橘子酒店的时候，还是现在做美 KTV， 无论经济多差，我们从来没欠过1分钱房租。而且从实力来说，我相信绝大多数小的国有企业绝对没有华住有实力吧。我问过国企负责物业的一个朋友，他明白告诉我，租给民企万一出事是要担责任的，而租给国企从流程上不担责任，而且就算国企交不了房租，大家都是国家的，国家也没亏，所以他们犯不着冒这个风险租给民企。所以家猫选择不带野猫玩，野猫主要是在院子里抓老鼠的，风风雨雨自己愿意承担，甚至破产死了也属于愿赌服输。而家猫则是死不了的，抓不了老鼠，国家或者银行还比较容易给点猫粮，这种机制本身就很难让民营企业有地位感。C. 如何加强民营企业信心？尊重市场，行业主管部门对于民营、国有一视同仁，涉及国计民生的国企除外，其他面对市场且充分竞争的行业在政策上则不能按国企、民企区分。行业主管部门和国资委在政策制定上要尊重市场，除了规范行为之外，其他的应该交给市场来处理，市场规律会自然优胜劣汰。国企、民企不同出身，但要同命。只要不涉及国计民生的充分竞争行业，出现困难，国企可以救，民企也可以救，同样，民企可以死，国企也可以死。涉及到国企破产的时候，国家往往会考虑造成失业，而每天民营企业的破产则从没有人提造成失业的问题。实际上，国企、民企里失业的人都是同样的中国人。规范屋子里的抓老鼠的规则，让野猫进屋子抓老鼠。无论家猫野猫，总有一部分猫惦记着主人碗里的鱼，想偷鱼并不是野猫独有的天性。这次我们国家大芯片基金抓了多少硕鼠，而实际上按市场运作的基金里这种事情就很少。这是因为按市场运作的基金里，他们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在管理，有规则的时候偷鱼的就少。所以不要先假设野猫会偷鱼，家猫野猫总有一些会想偷鱼的，关键是制定好规则，在规则健全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让野猫进屋子抓老鼠，毕竟野猫家猫一起抓的老鼠最多，才符合国家最大利益。3. 营商环境是否能进入有表象力的阶段，即营商环境是否转换成生产力。A. 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参见李克强在第10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8月30日报道。先说点题外话，2015年我给一位老者写了封关于营商环境的信，国家也高度重视。直到今天，这位老者还在亲自抓国家营商环境的一些细节。这位老者为国家的营商环境操碎了心，我真的希望能帮他分忧。B. 为什么不少地方营商环境还是有各种缺陷？各地都重视营商环境，但是不少都流于表面审批，很少深入到放管服。国家高度重视营商环境，于是各地都下了很大功夫，但是具体工作成绩基本都是流程性的业绩，例如比注册一家公司需要多少分钟、跑几次等等，因为这些是可以衡量汇报的数字。而在涉及到营商环境更重要的环节放管服环节，却没有明确指标考核。非工商、税务等一线涉及行政审批部门仍然是我行我素，甚至有的还是拿着10几年前的规定。我做过酒店、文化娱乐行业，涉及的管理部门非常多，工商、税务非常好，而其他不少管理部门却仍然拿着10几年前过时的规定来搞审批，根本谈不上放管服。更要命的是，有不少多部门10几年前联合做出的某些过时的规定，现在连主管部门都知道不合理，却没有一个部门愿意挑头再把各个部门召集到一起重新审议，缺乏硬性考核。营商环境本身除了审批速度、跑几趟这些之外，很难量化来衡量，因此造成不少地方抓不到重点，将精力都集中到速度、跑几趟的事情上，后期的放管服的问题确实不少。C. 如何提高对营商环境的信心？
有虚像实，用硬数字考核结果，让各地政府能真的动起来。企业都会拿脚来投票。上面我提到自己企业在全国将近300家，增长最快的就在南方，北方这2年基本停滞，这就是企业拿脚投票的结果。只有真正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区，才能真的重视经济，因而会真的重视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最终肯定会转换成生产力，转化成 GDP。所以民营企业的 GDP 如果健康成长，则说明当地营商环境大概率是真的好。要剔除央企、煤炭、石油、港口这些资源性带来的 GDP， 那是属于老天给饭吃，命好。举个我老家的例子吧，这是一个营商环境受到国务院表彰的县级市，江西瑞昌市。国内家庭用的 LED 灯里的灯珠 50% 产自于这里，而在5年前这个产业在这个地方不存在。5年时间，2任书记从 LED 产业园建设开始，到后期书记、市长在全国跑全产业链招商，所以2、3年成为中国第一。而今天这个地方正成为点亮世界的城市。这个地方的政府给我感觉是全员招商、全员服务。我不知道他们各部门有没有招商指标，反正我是政协招过去的，而且当地碰到问题时，就由当时负责招商的政协帮我们协调解决。后来我做的所有企业都过去了。我朋友做的企业也有过去的，这3年我给当地带来的外资全部也能到1亿美金了。怎么说呢？民营企业其实要求真的不高，不为难我们就行了。而瑞昌给我的感觉是特斯拉的马斯克去上海的感觉。营商环境好，自然 GDP 就发展得快。2021年我老家的 GDP 超过300亿，增长 9.2%， 今年估计也能到 6% 左右吧。最近我见过他们的书记，他跟我聊未来 GDP 如何做到500亿的事情。疫情严重的时候，市长给我打电话问我们要什么帮助，虽然我什么都没要，但是心里却暖乎乎的。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会拿脚投票，营商环境好，最总会转化成 GDP。大家看看南方北方经济发展的差别就知道。所以我觉得营商环境好坏可以拿非资源性民营企业 GDP 增长进行考核，那种靠着央企总部、银行总部或者背靠石油、煤炭、港口资源的 GDP 不是真本事，不能如实反映营商环境水平。加强部委的服务意识。各地涉及营商环境审批管理的规定总则都是由各部委制定的，而这些部委本身不涉及行政审批，本身就和市场脱节。因此当各项政策的源头出问题的时候，地方行政审批就是想做好也很难突破部委的各种规定的红线。例如1997年也不知道为什么出了个广告公司，娱乐行业要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其中娱乐服务是只为娱乐活动同时提供场所和服务的业务，具体包括歌厅、舞厅、夜总会、酒吧、台球、高尔夫球、保龄球、游艺，包括射击、狩猎、跑马、游戏机、蹦极、卡丁车、热气球、动力伞、射箭、飞镖等。这是1997年制定的规定，现在回头看是否合理？广告公司跟文化事业建设有什么关系？射箭、骑马、台球跟文化事业有什么关系？而真正跟文化相关的电影电视制作却没有这个文化事业费。其实这些行业早就都属于充分竞争，不属于烟草这种暴利行业，为什么20多年来还在？说到底，当初制定这个规定一定是多部委联合搞的一个规定，现在估计有的部门都不存在了，也就没人管了，就算有人管也没人牵头。像这种当年多部门联合制定，现在没人牵头的涉及行政审批的规定还有不少，如果各部委不主动来改，将会永远无法解决。加强非主流行政审批和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不少企业行政审批和管理不只是涉及普通百姓知道的工商、税务这2个主流部门，其实后面又一堆非主流部门，例如卫生、消防、公安、文化、国资委、外管局、商委等等，一堆各种证件、许可和备案。非主流，尤其是比较冷门的部门，根本谈不上什么服务意识，各种奇奇怪怪的规定张口就来。我们甚至碰到过让所有股东到这个城市去当面录指纹，而且我们股东里有基金，他们甚至要求基金里所有的 LP 都签字，都到现场录指纹。我一年开上100家点，如果都这样，所有的股东都不用做任何事情，天天全国飞去按指纹就好了。我举的例子是极端事件，但是我是相信概率的人，
就算极小的概率，全国这么多企业也是很可怕的事情。管理服务上进行创新，以规范企业为目标，不以罚款作为目标。陕西榆林卖20元芹菜被罚5.5万，最后国务院直接督查，这属于典型的不是以规范企业行为为目的，而是以罚款为目的管理。首先从源头上，我们要看各种管理涉及的各种处罚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巨大弹性空间。其次，在管理思路上应该发生改变，尤其是针对中小微企业，管理上应该以规范市场目的为导向，而非罚款为导向，探索新的管理模式。举一个正向创新的例子，我的老家瑞昌市就推出了一个特殊举措，对于中小微企业，首次轻微违规违法行为不予以处罚。3. 信心建立是一个过程，要愿意从一点一滴做起。信心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在当前环境下很难一蹴而就，可以分步骤进行。首先我们可以从显示出国家恢复企业信心的决心开始，这个可以从大力宣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始做起。2. 积极肯定资本对国家的贡献，重新明确划定资本的红线、绿线，并大力宣传。3. 对于市场充分竞争的行业、国企、民企同等对待，强调不同出身但是必须同命，在地方政府和国资系统强调以市场实力而非企业性质选择合作伙伴。4. 加强各部委自身营商环境教育，对各种行政审批和规定实行每年的重新审阅制度，对于多部委联合制定的这种制度，由牵头部委每年联合审阅。5. 长期来看，逐渐把 GDP 增长，尤其是民营 GDP 增长作为党政一把手提拔任用的考核重要指标，从根源上解决营商服务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症结。6. 建立起国务院关于营商环境平台，解决企业反映的具体问题。后记就说这么多了，现在是凌晨0点45分，明早还要送孩子上学早起。这次写的不那么尖锐，应该不会删了，再删也彻底不写了。以后有事就到做妹 KTV 的老吴找我了。